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其健兒令風騷，千騎西天橋。縱蠻腰別論英豪，中路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骄？草萋萋間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行經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山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在此低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其健兒令風騷，千騎西天橋。縱蠻腰別論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26回，尽忠報國。歷經5代變更，宋最終確立了中原的主導地位。然而終其一朝，他都被強鄰所壓制，最後在金朝的鐵蹄之下，宋皇朝被迫南遷，史稱南宋。而原本的中原地區則被金朝佔領。可佔領歸佔領，對中原的統治卻讓金有點頭疼，因為其殘暴的統治不僅引起中原喵民的反抗，中原炎熱潮濕的氣候也讓金喵們很難受。於是金朝乾脆收拾東西回了北方，走，回去吧。然後扶持了幾個原來宋的官員，代替他們管理。好好幹，不然宰了你們！而南宋這邊呢，雖然成立了新政權，但還是很糟糕，日常被金追着揍，士兵打敗仗後就跑去當土匪。別打了，跟我去當山大王吧！哦！為了抵抗金軍，中央政府還不斷壓榨百姓。拿來吧你！求求你，我還沒通關。搞得到處都是農民起義，太過分了，反了算了！哦！又是外敌，又是內患的，南宋真的很難吶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卻有一個喵扭轉了局面，他就是岳飛喵。嘿嘿，岳飛喵出生在一個樂善好施的農戶家庭裡。大家來吃吧，別客氣啊。是啊，家裡還有。嘿嘿，所以岳飛喵從小一身正氣。可惜隨後他們家也慢慢窮了起來。幸好岳飛喵並沒有氣餒，他讀書非常勤奮，再加上武學天賦極高，年紀輕輕就成了縣裡最強的崽兒。最強，但武藝強確實沒法當飯吃，再加上金軍的侵擾，給我打！於是乎，岳飛喵決定參軍報國，收復河山。參軍，然而他的參軍卻有點坎坷。他第一次參軍，老爸突然就去世了，你爹死了，只能回家給老爹辦喪事。抱歉，兒子，突然就死了。沒事的，爸比。第二次參軍，衝啊！軍隊卻打了敗仗，開花！
解散了。第3次参軍，战况太複雜了，去請皇上親自來領導吧。則是違反了軍規，滾！啥時候輪到你提意見？被開除了。不要去。第4次倒是發展得挺好。再來！不過上司卻投降了敵軍。我投降！啊，這也太倒霉了。但他還是沒有放棄。什麼小貓咪，氣死我了！帶着自己的手下繼續抗金。想打回去的跟我走！在岳飛喵的帶領下，軍隊紀律嚴明，士兵訓練也非常刻苦。岳飛喵更是跟大家一起吃苦。這樣的軍隊自然是戰無不克的。殺過去！於是他們慢慢有了一個響亮的名號，這就是岳家軍。強悍的岳家軍很快就受到了南宋朝廷的重視，太棒了！聯繫他們，從此成為了正規部隊。岳飛喵也火速得到了提拔，嘿嘿，並且委托他擊退敵軍。當時的敵軍其實就是金朝扶持起來的傀儡政權，他們聽從金朝的命令，開始南下進攻南宋。但其實傀儡政權並不被喵民們所支持。作為一個政權，不僅對敵國點頭哈腰，愣着幹啥？幹活呀！是的，爸爸。還壓榨百姓，去多搞點錢回來。是。戰鬥力實在不怎樣。而他們面對的，則是訓練有素的岳家軍，再加上戰鬥力爆表的岳飛喵，幾仗下來就被收拾得明明白白。這就是歷史上的襄漢之戰。襄漢之戰的勝利使岳飛喵名聲大振，在後續的戰爭中更是連連獲勝。這些勝利無疑鞏固了南宋的統治，也是南宋建國8年來第1次收復大片失地，為之後的北伐奠定了很好的基礎。那麼，這樣一個積極的局面，又是否能維持下去呢？下一回，紹興和議，要記得來看喲。喵。天南肩背秋气高，祝福各轮高，何其健儿迎风骚，千骑行天骄，纵马扬鞭论英豪，中路趁今朝，笑问你我誰是天骄。草萋其間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經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才拾起頭看，
百口爭往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天北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推薦劍兒迎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策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27回，绍兴和议。在金朝的进攻下，原来的宋皇朝被消滅，残存下来的勢力逃到南方，成立了南宋。然而，金朝却并没有收手的意思，一直穷追猛打。好在一个喵的出现，化解了南宋的危机。他就是大将軍岳飞喵，哈哈！岳飛喵不僅讓南宋政權站穩了腳，還擊退了金軍的進攻，甚至老想着打回去，簡直是宋朝復興的希望呀，有沒有？可惜沒啥用，因為岳飛喵身後有2個絆腳石。這就是宋高宗趙構喵和宰相秦桧喵。趙構喵其實是原來宋皇帝的弟弟，當時金朝打了過來，打過去，順手就把皇帝們都抓走了。而趙構喵呢，則剛好在外頭，於是乎他便舉起了復國的旗號，成立了南宋，一下子皇帝成功變成了皇帝。不過即便做了皇帝，趙構喵還是一直被金軍追着砍，每天東躲西藏。後來自己的崽還掛了，寶貝，這簡直搞得他心力交瘁，心裡只想着求和。受不了。而趙構喵這樣的訴求，正好對上了秦桧喵的胃口。秦桧喵年輕時是個老師，很窮的那種。幸虧後來經過考試，成功當上了宋朝官員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宋朝卻被金朝攻破了。秦桧喵也跟着皇帝一併被綁了過去。不過秦桧喵這狗腿的能力實在是很強，經過一頓努力，他竟然得到了金朝的信任。有啥事兒您吩咐啊？還想辦法回到了南宋這邊。我回來了，可以說很厲害了。從此，秦桧喵便在南宋政府開始了他攪屎棍的生涯。宋，秦桧喵主張，在對金朝的問題上，應該南自南，北自北，意思就是把北邊讓給金朝，南宋就在南邊待着。這個意見怎麼說呢？實在是很合趙構喵的心意。我覺得還行。畢竟被金軍嚇破膽的他，真的只想安靜地做個小皇帝而已。懂，老陳懂。不過有個喵卻並不理解他們的想法。這就是咱們的岳飛喵。一身正氣的他，一心只想衝了金朝，奪回國土，打過去。這就很難辦了。剛開始時，趙構喵還讓着岳飛喵去打，一路小心啊！陛下放心，看我削弱他們。岳飛喵如有神助，走你！接着趙構喵又給定了些限制。那個加油啊！好。岳飛喵還是越戰越勇，叫你拽，給爺死！到第4次打金朝時，更是打到金朝跟前去了。爺來了！高宗喵愁啊，咋整啊？
這打贏了功高蓋主，哈！打輸了，等下金朝打上門咋辦？給老子殺過去！於是狂發12道命令，制止岳飛喵進攻。快把他叫回來，馬上去！可怜岳飞的復國願望，終究無法在這場政治漩渦中得以實現。岳家軍10年奮鬥，毀於一旦。憑借着岳飛喵的戰果，宋金之間簽訂和議，史稱紹興和議。而在宰相秦惠喵的操弄之下，岳飞喵更是慘遭誣陷，最終在捏造的罪名之下，岳飞喵被處死。岳飞喵的死是金朝的大幸，对南宋來說則是大不幸。南宋以他的死換來了片刻的安寧，但卻永遠失去了收復河山的可能。自此，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確立。而在這場多年的抗爭過後，金國內部也開始出現了問題，是什麼呢？下一回海陵奪位，要記得來看喲，喵。天南肩背秋气高，诸侯各论道。何其健儿领风騷，千骑西天骄。纵马扬鞭论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骄？草萋其間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再拾起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其健兒領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縱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28回，海陵奪位。公元1141年，南宋與金朝達成了紹興和議，南宋獲得了暫時的安寧。說好的哦。同樣的，金朝也喘了口氣。作為一個善戰的民族，芈真族從立國起就在不斷打仗，先是吞了遼，後又打下了宋，所以在他的統治範圍內，政治制度非常混亂。老金家原本實行的呢是奴隸制，
而原遼朝的地域則是封建制。打下来的宋朝部分更是高度發展的封建社会。你要知道，宋朝中原地区的先进可是很有吸引力的。於是乎，金朝內部開始分成兩派，一派是想實行奴隸制的守舊派，守舊；一派則是想推行封建化的改革派。改革！两邊那个撕呀！闭嘴！你以為你誰呀？聽我的，蠢貨們！搞得金朝內部亂得不行。而這混亂的局勢，倒是給了一個野心家上位的機會。他就是完顏亮喵。嘿嘿，亮喵也是皇族，嘿，他爺爺是金朝的開國皇帝，爸爸是金朝的開朝功臣，而他只是個小老婆生的孩子。即便他26歲就成為宰相，27歲又當上了元帥，但他還是個小老婆生的孩子。不要再強調了。不過亮喵確實是很優秀的，他很愛讀書，並且詩寫得特別好。作為金喵，甚至對漢文化了解頗深，中原通，心中更是有一統天下的壯志。可他就因為是小老婆生的孩子，所以當不了皇帝。不過上天還是給了他機會。當時金朝的皇帝其實是他堂哥。嗨，堂哥喵是想當個好皇帝的，可惜金朝內部的守舊派和改革派卻一直撕個沒完。自己皇後也是個鬧騰的主兒，我告訴你。所以最後堂哥喵怎樣了呢？堂哥喵黑化了，每天借酒消愁，一發酒瘋就到處砍，砍死你們！先後中招的就有親王、大臣、妃子等等，身邊的侍衛、宮女更是每天瑟瑟發抖。這簡直就是送皇位給亮喵啊！機會。於是乎，亮喵一邊在堂哥喵那兒裝忠心，哥，我挺你；一邊則暗暗培養造反的勢力。雖然堂哥喵似乎也察覺到點啥，但已經來不及啦。畢竟誰都怕突然被砍死，好嗎？於是，一天夜裡，大家一起動手，幫堂哥喵領了盒飯。就這樣，亮喵則順利當上了皇帝。作為一個接受漢文明熏陶的喵，亮喵一上位就開始堅定地推行封建化改革。而他面對內部守舊勢力的方法只有一個，那就是殺。無論是反對他的，還是反對改革的，都被他砍得一乾二淨。雖說手段殘暴，但改革確實對金朝的統治起到了鞏固作用。然而，作為一個滿懷大志的皇帝，亮喵卻並不滿足。他的目光投向了南邊的南宋。那麼他會成功嗎？下一回，采石之戰，要記得來看喲，喵。
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其健兒迎風騷，千騎行天橋。縱馬揚別論英豪，逐鹿成京兆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骄？草萋擊劍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經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再拾起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其健兒迎風騷，千騎行天橋。縱馬揚別論英豪，逐鹿成京兆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29回，采石之戰。公元12世紀，華夏大地大致以南北劃分，南邊是偏安一隅的南宋，北邊則是幅員遼闊的金國。在經歷了政變與改革後，金國完成了封建化的轉變，而他如今的統治者，正是金的第4代皇帝，這就是完顏亮喵。嘿嘿，亮喵是一個手段殘酷的強硬派，他篡奪皇位，他鐵血改革，給我改，反正就是野心勃勃，全都要。而他做這些都只是為了一個目標，那便是消滅南宋，統治天下。在當時的情況下，金國雖大，但要滅南宋還是不夠的。但亮喵卻不以為然，不管，大臣們不支持，陛下，這事兒感覺不能太急啊。他就砍大臣，閉嘴！士兵不夠，陛下要打仗還差一點啊！他就去抓壯丁，徵兵去。軍費不足，陛下，您看這錢，就增加喵民的賦稅，快支持下！就連戰馬沒飼料，他甚至能放任他們去啃喵民地裡的糧食，反正就是要幹。這樣的做法自然是搞得民怨沸騰。漫畫還沒看呢，我的手吧。我不想去打仗。不僅到處有喵民起義，完了！士兵們也是士氣低落，甚至後方還要叛變，罷免他。可即便是這樣，亮喵依然十分堅定。不理。畢竟在他看來，自己這邊不行，南宋軍那邊其實更不行，而事實也的確如此。一聽到金軍打過來，南宋的守將就跑沒了。老大呢？哪兒去了？朝廷那邊也慌得不行。咋整？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擋在亮喵大軍前的，除了那滔滔江水外，只有一個喵，他就是於允文喵。允文喵是個大帥哥，帥氣，但其實並不是打仗的。之所以在前線，只是因為他奉命來慰問軍隊。可一到前線，他就傻眼了。咋回事？不僅將領們溜了，士兵們坐在路邊也打算跑。這還打個屁呀！可怎樣都好，情況已經很緊急了。
於是允文喵毅然決然地挑起了抗金的大梁。他對士兵們曉之以理：你看，打會死，難道不打就不會死了嗎？動之以情。那既然是死，是不是乾脆跟他們拼了算了呢？還記出了賞金公式，而且打贏了，這是啥？想想啊！這真是非同一般的鼓舞呀！宋軍士氣瞬間暴漲。之後，允文喵還發揮出了高超的組織能力，聽我指揮。例如調派軍隊重整防線，你們守那邊，你去那邊。是。例如組織當地喵民共同抗擊敵軍等。乡亲們，你們忍得了嗎？忍不了，忍不了。而金軍這邊呢，雖然數量眾多，但士氣非常低落。再加上北方來的軍隊並不擅長水戰，一通交戰下來，被精通水戰的南宋軍一頓揍。2天苦戰，始終沒能打破南宋的長江防線。滅亡南宋的企圖，最終只能宣布破產。這就是歷史上的采石之戰。采石一役是金由盛轉敗的轉折點，南宋士氣得到極大鼓舞，而金國力量則大受打擊。狂妄自大的亮喵也在隨後的兵變中領了盒飯。對於南宋來說，這場勝利不僅使南宋政權轉危為安，更使勝利的天平偏向南宋。那麼，形勢上大好的南宋能北上收復河山嗎？下一回龍興和議，要記得來看喲。喵。天南天北秋气高，诸侯各论道。何其健儿领风骚，千骑行天骄。纵马扬鞭论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问你我誰是天骄？草萋其间连天安，一岁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再拾起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天北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其健兒領風騷，千騎行天驕。縱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30回，龍興和議。采石之戰的勝利，不僅使南宋政權轉危為安，甚至還稍稍佔了點上風。
而金朝這邊呢，可就慘啦。為了打仗，國民被整得夠嗆，問題還打敗了，可以說一時間虛得很。那麼誰來接手這個爛攤子呢？這就是金世宗完颜雍喵。雍喵也是個皇族，嘿嘿。他從小學習詩書，鋤禾日當午，晚上玻璃煮。騎射也非常了得，嘿嘿嘿嘿嘿。可以說十分優秀啊。優秀。可惜他卻一直被皇帝堂哥時刻盯着。沒錯，堂哥就是完顏亮喵。因為自己本來就是篡位上來的，亮喵對於這個優秀的堂弟非常忌憚，不可饒恕。不僅派了奸細監視他，盯着他，還老想找機會幹掉他。有機會的話，這誰受得了啊？於是乎，雍喵乾脆就反了，老子反啦！而恰好亮喵在前線也領了盒飯，所以雍喵上位還是挺順利的。成功了。但相比之下，國家的現狀可是一點兒不順利。這樣的情況下，雍喵只能趕緊修復國政。總的來說，他的辦法就是亮喵的反向操作，在幹的工程停掉，成功。在抓的壯丁放回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对大臣們也是仁慈寬厚。陛下，俺們之前好苦。就是每天都好怕。放心放心，有我在，大家都要么么哒。這麼一通操作下來，雍喵很快獲得了支持。而對於和南宋的關係呢，雍喵也是想以和為貴。不打了，各自發展吧。可沒想到他卻被拒絕了。拒絕他的正是宋孝宗趙聖喵。嘿嘿。趙聖喵雖然也是皇族，但卻不是皇帝那一脈的，本來就沒有當皇帝的機會。可是呢，皇帝剛好兒子沒了，只能在遠房親戚裡挑一個。這選着選着，竟然選中了趙聖喵。趙聖喵不僅從小聰明懂事，讀書也很勤奮，最重要的是，他還滿懷收復中原的熱血。收復中原！在當時，采石之戰的勝利，很大的鼓舞了南宋士氣。雖然也有很多大臣主張繼續和談，皇上不能打，繼續和談吧。咱們還是打不過呀。沒錯，陛下。但趙聖喵卻更主張打回去。打回去！他加強了將領的培養，去，好好修煉。是。還提高了武將們的地位。好好幹，加油！收到。反正就是打算要經國好看。然而，事實卻並沒有那麼樂觀。雖然南宋軍隊此時士氣高昂，但能帶兵打仗的大將卻沒幾個。再加上求和派大臣一直暗中搗鬼，這一切都給趙聖喵帶來了重重阻礙。而與此同時，金朝在完顏雍喵的整頓下，已經迅速恢復了元氣，重新形成了恐怖的軍事力量。可以說，北伐的結果早已非常明顯。公元1163年，宋軍在一個叫扶離的地方遭到慘敗，原本高昂的士氣被打回原點，而主和派借機重新佔據上風，甚至串通金國，脅迫趙聖喵議和。趙聖喵雖心有不甘，
卻也只能低頭。可惡！公元1164年，宋金再一次達成和議，史稱隆興和議。和議的簽訂，使兩國重新恢復和平，雙方都將精力放回對內的治理中。那麼北伐失敗的趙勝喵，又會如何治理南宋呢？下一回前唇之治，要記得來看喲，喵。天南肩背秋气高，诸侯各论道。何解剑儿领风骚，千骑西天骄。纵马扬别论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问你我谁是天骄？草萋其间连天安，一岁枯荣，不知人间离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再拾起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解劍兒領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縱馬揚別論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31回，前唇之治。南宋雖然有半壁江山，但卻窩囊得很。從建立開始就一直被金朝給壓着，不僅要交保護費，大哥，還得低聲下氣的。雖然好不容易也硬氣過一把，告訴你不要太過分，我也是有脾氣的。卻失敗了。最後還是得跟人家金朝和談。行了，不打了。算你識相。這樣的結果讓一個喵很不甘心，他就是宋孝宗趙勝喵。趙勝喵其實是個好皇帝，他不僅胸懷大志，雙附中原，也勤於政務，每天早上就要開大會。我說的聽明白了嗎？是。晚上還把大臣叫到辦公室開小會。我說的聽明白了嗎？是。對百姓的事更是非常在意。喂，之前修水壩的事完成了嗎？有時候甚至連耕牛多少都要搞清楚。然後这裡牛的數量幫我查一下。是。而身為皇帝的他，對自己卻很節儉，除了喜歡看看書、寫寫字，對其他世俗的東西似乎沒啥興趣。不過他倒是對一件事很執着，這就是收復中原。必須收復中原。可惜龍興北伐的失敗給了他一記耳光，太慘了。
幸好趙勝喵並沒有因此消沉，他決定搞好內政，提升國力。既然打不過，那就搞發展。那在當時的局勢下，南宋情況是怎樣的呢？是不行的。首先是錢的問題。宋朝為了防止官員權力過大，於是就設置了很多官員。這個傳統就延續到了南宋。而南宋為了在南方能站穩，更是不斷增加崗位。官員的親屬們還可以靠關係當官。三叔，大舅，這樣搞下來，南宋雖然國土只有原來宋朝的2/3，官員卻比原來多好幾倍。老板，這可都要發工資的呀！謝謝老板。再加上跟金國打仗的軍費，皇親貴族享樂的花銷，簡直是天文數字。為了這些開銷，南宋政府不斷剝削百姓。快交稅！我真的沒錢了。求求你別拿走！搞得全國各地到處揭竿而起。太過分了，跟他們拼了！真是難搞呀，真難動人。為此，趙勝喵開始整頓這種財政困境。重來，重新立即！宮殿不准修，宮廷樂隊不准留，回去！官員嘛，更是吵！只要閒着不幹事兒的，全都下崗。再見。留下來的那些，還要進行政績考核。這個懂了嗎？是。官員們定期要到基層去歷練。今年呢，有幾個問題。是。如果沒幹出實事來，就休想升官。這些操作下來，政府不僅減少了支出，鬆口氣，還提高了官員隊伍的效率和能力。當然，國家要興盛，還是得搞小錢。農業時代，種田是根本。趙勝喵不僅大力興修水利工程，給我修！還將農業發展作為考核官員的標準。讓我看看誰沒有好好種地。他自己就在宮裡搞了塊試驗田，試種糧食。此外，趙勝喵多次廢除苛捐雜稅，廢除！遇到天災了，還會把自己的私房錢拿出來救濟喵民。拿去吧。謝謝皇上。在他的不斷努力之下，宋朝面貌煥然一新，政治清明，經濟也逐漸繁榮起來。南宋就此邁入全盛時期，史稱乾淳之治。然而就在這時，北方的草原上誕生了一個新星，它的出現又將會對天下局勢產生什麼影響呢？下一回一代天驕，要記得來看喲，喵。天南天北秋气高，祝福各门高，贺节节儿迎风骚，千骑行天骄，纵马扬鞭论英豪，逐鹿成今朝，笑问你我誰是天骄。
喜結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在自己偷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劍南劍北秋夕高，諸侯各論道。推着劍兒迎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策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32回，一代天骄。公元12世紀的華夏大地上，金和南宋對峙而立。在經歷了龍興和議之後，雙方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。然而，在遙遠的漠北草原上，卻硝煙不斷。在那裡有5個部族，他們之間互相爭鬥，對抗激烈。這個局面，除了因為各部族間不斷戰爭外，還有另一個原因，這就是金朝的挑撥。在金朝的干涉下，草原各部遭受着戰爭和掠奪的雙重災難。統一草原，擺脫殘酷統治，成了草原喵民們的共同願望。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一個領袖登上了歷史舞台，他就是火耳之金鐵木真喵。鐵木真喵是草原5部中蒙古部的成員，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都是首領。不過他們部是5部族裡最弱的那個。鐵木真喵出生時非常炫酷，據說手中握着一塊長毛形的血塊，有點蒙古戰神轉世的感覺。然而，鐵木真的成長經歷卻十分坎坷。9歲，他爹就死了。兒子，爸比先走一步了。受盡了部族的背叛和欺負，靠着母親摘野果、挖野菜，才勉強養活他和兄弟姐妹們。這對於年幼的鐵木真喵來說是非常艱苦的經歷。而也正因如此，鐵木真喵逐漸養成了勇於鬥爭的性格。他決心要振興家族。隨着一次次的苦難，鐵木真喵在戰爭中不斷磨練自己，而他也憑借着家族聲望和自己的能力，逐漸積累了一些力量。但這是遠遠不夠的。他知道必須尋求更強大的靠山，而這個靠山便是克烈部族的首領王漢喵。王漢喵是鐵木真爸爸的結拜兄弟，在他的庇蔭下，鐵木真喵終於站穩了腳跟，且打敗了曾經的仇敵。而與此同時，鐵木真喵也通過自己超凡的戰鬥才能，為王漢喵開疆拓土。在這期間，鐵木真喵更是整合了自己原有的部族，還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強悍部隊，最終成為了草原上崛起的強大勢力。然而，鐵木真喵的強大並沒有讓他避免背叛，而這次的背叛者正是王漢喵。長期以來，
鐵木真喵一直對他非常尊重，不僅每次戰利品都先獻給他，他有困難，鐵木真喵則出手相救。有種過來！可王漢喵呢？有好處沒見他分給鐵木真喵。回來了，辛苦啦！打仗的時候還獨自跑路，先跑了。最後還是得鐵木真喵來救他。快來救我！可即便如此，王漢喵始終只是把鐵木真喵當成一個工具，氣死我啦！他不允許鐵木真喵壯大起來，不可以！為此，王漢喵勾結其他部族，打算消滅鐵木真喵。大血聯盟！你要知道，王漢喵部族可是草原上最大的部族，實力的懸殊讓鐵木真喵陷入苦戰。幸好他並沒有硬碰硬，而是採取離間的計謀。王漢喵的聯盟雖然有共同目標，可並不牢固。於是鐵木真喵便依次去分化他們。義父，咱們聊聊啊！一頓操作下來，裂痕很快就出現了。好吧，這可就給了鐵木真喵機會了。來了，在某個夜裡，鐵木真喵突襲王漢喵軍營，殺進去！來不及反應的王漢喵只能乖乖領盒飯。不是說談談嗎？而王漢喵的部族勢力也被鐵木真喵吞併。這個事件震動了草原各部落。然而，此時的鐵木真喵已經無法被阻擋，在他的鐵蹄之下，各部落被逐一吞併。至此，漠北草原上建立起了一個統一的帝國，這就是蒙古帝國。而鐵木真喵也有了個響徹天地的稱號，名為成吉思汗。蒙古政權的建立，結束了漠北草原長期混戰的局面。然而要長期發展，卻不能止步於此。鐵木真喵下一步需要怎麼走呢？下一回蒙古擴張，要記得來看喲。喵。天南肩背秋气高，诸侯各论道。可见健儿领风骚，千骑西天骄。纵马扬鞭论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问你我誰是天骄？草萋其间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到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再拾起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可見健兒領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縱馬揚鞭
33回，蒙古擴張。漠北草原在經歷了世世代代的戰爭後，終於統一了。各個部族在經歷鐵血的洗禮後，都恢復到一個政權之下，這就是大蒙古帝國。而完成這項工作的，便是成吉思汗、鐵木真喵。從9歲喪父開始，鐵木真喵便馳騁於戰火之中。經20餘年的磨礪，鐵木真喵已經從弱小的雛鳥，成長為矯健的草原雄鷹。他要讓蒙古的鐵蹄踏向遠方。不過，在這之前，鐵木真喵得先解決內部問題。遼闊的漠北草原上，原本是多個部族共存的狀態，各部以族群為基礎，族民們平時放牧，打仗時上場打仗，一切聽從的是自己部族首領的命令。這對於鐵木真喵來說，可是不允許的。行。於是乎，鐵木真喵強制將全國喵民劃分為95個千戶，每千戶給你劃定目的範圍，還給你指派管理者。至於那些部族首領呢，哪兒涼快哪兒待着去，以後不用你管了。這就是所謂的千戶制。千戶制的實行，瓦解了原來草原上的氏族制。從此各部族逐漸融合成全新的蒙古民族，而他們的主宰只有一個，就是成吉思汗鐵木真喵。此外，鐵木真喵還建立了更為完善的軍制和律法。在他的改革下，不僅穩定了內部統治，更是大大的加強了蒙古帝國對外擴張與掠奪的能力。至此，蒙古鐵騎如一把鋒利的軍刀，開始刺向四方。往西是中亞、西亞以至東歐地區，往南則是華夏的中原地区。華夏地區的霸主是金國，作為一個大帝國，還是不容易搞定的。但在蒙古與金之間，則還有一個政權，這就是西夏。雖然西夏算是華夏地區除了金和南宋外的第3股力量，但力量實在弱得多，這就比較容易搞定了。於是，在鐵木真喵的帶領下，蒙古對西夏進行了多次攻打。无奈的西夏只能被迫成為蒙古的小弟。以後一起合作。是。而且之後的10多年裡，西夏都跟着一起去打金國。上。是。在两军的聯合下，金國地盤被蒙古不斷侵蝕。而作為小弟的西夏呢，不僅一點好處沒撈到，準備一下，出發。是。自己倒是快不行了。於是，在一次鐵木真出外打仗時，走，打過去！西夏偷偷聯繫金朝，決定聯手打擊蒙古。哥，是我，他不在，我們一起合作吧。可這反而給了鐵木真喵一個滅他的借口。既然這樣，公元1226年，鐵木真喵再次統兵攻打西夏，滅了他！虛弱的西夏根本無法抵抗，最終立國189年的西夏宣告滅亡。鐵木真喵的一生是鐵血的一生，在他的努力下，
草原喵民們從備受欺凌到橫掃各國，西遼、花剌子模、西夏政權皆在他的利刃之下灰飞烟滅。蒙古帝國成為了橫穿歐亞的大帝國，但他並未停下腳步。作為中原大國的金國仍然阻礙在他前面。那麼蒙古帝國的下一步將怎麼走呢？下一回蒙古滅金要記得來看喲，喵。天南天北秋气高，诸侯各论道。何其健儿领风骚，千骑行天骄。纵马扬鞭论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问你我誰是天骄？草萋萋間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到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在此低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天北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何家健兒領風騷，千騎行天驕。縱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34回，蒙古滅金。在鐵木真喵的奮鬥下，蒙古成為了地跨亞歐的大帝國。可惜沒多久，卻病死了。然而，蒙古帝國的擴張步伐並沒有放緩。這個任務落到了第二代領袖肩上，他就是倭闊台喵。倭闊台喵是鐵木真喵的三兒子，兄弟裡屬他最聰明，從小就跟着老爸打天下。進攻！好的，老爸。文能理朝政，給我打過去。武能打硬戰，給老子打過去！可以說戰功卓著。嘿嘿。而他的強悍，也使他很順利地成為了新一代領袖。嘿嘿。當時的蒙古帝國其實已經征服了很多地區，從東歐到亞洲都有蒙古騎兵的蹄印。但對於蒙古喵民來說，他們最想幹掉的只有一個，這就是金國。作為曾經的宗主國，金國對草原喵民進行過殘酷的統治，草原喵民受盡剝削，就連曾經蒙古部的首領都被他們殘害過。
這個仇，如今的蒙古帝國可是要報的。所以蒙古瘋狂出兵揍金国，杀过去，有仇報仇。當時的金國其實已經被打掉了半壁江山，國內天災不斷，軍隊戰鬥力不行，幾任皇帝全是笨蛋，反正就是大不如前了。然而俗話說，爛船還有3分釘。要幹掉這麼大一個國家，蒙古還是有點吃力的。一方面是蒙古自建國以來就一直在打仗，士兵很疲憊；另一方面，要打這麼一場大仗，這裡，打過去！糧食也不夠。报，明天沒糧草了。這該咋辦呢？大家還記得南宋嗎？作為前身的大宋，那可是被金國給滅了的。我死得好慘。完了，金朝還時不時過來找麻煩。所以南宋雖然表面上和金朝停火了，但心底裡那可是血仇啊！你有仇，我也有仇。於是乎，蒙古與南宋搭上線了。弄死他！南宋出糧又出力，蒙古事後給土地，反正就是合着一起揍金朝。衝死他！與此同時，倭寇台喵還一直搞招降政策，只要投降的都不殺。饶命啊！公公可以繼續做瓜。這一操作，金朝內有各種二五仔，外又被團團圍着，基本上沒希望了。完了！公元1234年，在蒙宋聯軍的圍剿下，金朝覆滅。曾經的一方霸主被復仇的火焰燒為灰燼，從此蒙古取代金朝，成為華夏大地上一股強大的勢力。宋金對峙的局面被宋蒙對峙所取代。然而，當共同的敵人消失以後，宋蒙的聯盟還能持續多久呢？下一回，端平入洛，要記得來看喲呀！天南肩背秋气高，祝福各轮高，可见健儿领风骚，前进新天骄，纵马扬鞭论英豪，逐鹿成今朝，笑问你我誰是天骄。草萋其間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盡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
但心境很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到風吹去，記住是呼喊，在自己偷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肩擔肩背秋氣高，諸侯各輪到，推着劍兒迎風掃，千騎西天驕。走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成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35回，端平入洛。经過乾淳之治后，南宋经濟發展達到了頂峰。但可惜的是，這之後的南宋皇帝卻都不太行。病懨懨的病懨懨，傻乎乎的傻乎乎，反正沒一個像樣的。於是朝政幾乎被外戚和權臣給控制了。他們貪污受賄，他們殘害忠良。拖下去，慢了。是。更離譜的是，他們連皇位的繼承者都要從中操控。最終，一個喵幸運地被推上了皇帝位。他就是趙雲喵。趙雲喵也是皇族的一員，只不過已經是很遠很遠的關係了。到他這一代，已經跟平民差不多。不過上天卻給了他一次機會。好無聊啊，來點意外吧。因為長得帥氣，趙雲喵竟然被權臣看上，好有氣質。然後就做了皇帝。這運氣也太好了吧！不過雖然做了皇帝，趙雲喵卻只是個吉祥物。一直到權臣死了，他才說得上話。作為一個從民間走上來的皇帝，趙雲喵還是想幹點成績來樹立自己威望的。但要幹點啥呢？恰好這個時候，南宋的外部勢力發生了變化。別跑，讓你來！你太過分，我錯了，不行吧？這就是蒙金戰爭。蒙古那邊為了擴張，便使勁揍金國。給老子死！但畢竟金國也是個大國，蒙古還是有點吃不消的。於是蒙古便聯繫南宋，合計一起揍金國。喂，來一起揍那個死家伙！這一想到金國曾經給的屈辱，南宋答應了。好，格局不錯。並約定事成之後，把以前被金國佔領的土地還給南宋。一言為定哦。嘿嘿，好說好說。這聽起來似乎挺好的。終於要實現願望了。可結果呢？金國確實是被聯手幹掉了。但蒙古卻並沒有兌現全部承諾，只給了部分領土給南宋。這南宋也沒辦法講啥。畢竟當時只是口頭說說，並沒有簽合同。我當時也就開個玩笑了。可正當蒙古主力撤回北方時，全軍準備，回去過冬。趙雲喵卻有了小心思，是機會。這就是收復中原。即便當時有些大臣提出反對的意見，皇上，我感覺這事兒不太合適啊，畢竟……但趙雲喵此刻已經聽不進去了。收復中原啊！於是他飄了。來吧，來吧，來吧！南宋端平元年，宋軍正式出兵佔領洛陽，史稱端平入洛。看着失陷100多年的北宋故土終於拿了回來，趙雲喵那個開心呀！但這
真有這麼好嗎？事實上，土地雖然拿了回來，但早已成了廢墟，甚至一點糧食都找不到。南宋大軍長途跋涉，現在連吃的都補給不上。更可怕的是，蒙古軍竟然又殺了回来。以為我們真的走了嗎？那可是蒙古鐵騎呀！飢餓的南宋軍根本擋不住，結果全軍潰敗。經此一役，南宋元氣大傷，再也無軍力對外發動戰爭。而更嚴重的是，蒙古獲得了大舉進攻南宋的借口，戰爭的烏雲再次籠罩南宋。那麼，南宋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呢？下一回，元朝建立，要記得來看喲。呀。天南肩背秋气高，卓后各论高。何解剑儿领风骚，千骑西天骄。纵马扬鞭论英豪，中路趁今朝。笑问你我谁是天骄？草萋击剑连天安，一岁枯荣，不知人间离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青燈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再拾起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肩背秋氣高，卓後各論道。何解劍兒領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縱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第136回，元朝建立。蒙古帝國的建立，簡直是周邊各國的噩夢。平西夏，滅金朝，攻南宋，疆域面積也在不斷擴大。然而，龐大的蒙古國卻依然實行着分封的原始形態。從成吉思汗開始，蒙古大汗居漠北草原本部，皇子們則分封到各地，成為宗王。宗王可支配自己的領地和部民，這樣的制度自然就導致分裂的出現。到第4代蒙古大汗時期，蒙古分裂的局面已經相當明顯，其落後的奴隸制度更是阻礙了國家的發展。所以，
蒙古政權必然要從落後的游牧政權往封建王朝轉變，而完成這個任務的，就是忽必烈喵。忽必烈喵是鐵木真喵第4子的兒子，他大哥是蒙古的第4任大汗。忽必烈喵非常喜歡漢文化，所以結交了很多漢族知識分子。是，来张嘴。他們也把很多封建統治經驗灌輸給忽必烈喵。封建制呢，就是对了，火鍋也很好吃哦。唐太宗的故事，完了，我再講一講詩詞。當時蒙古喵們雖然打仗很厲害，嘿嘿，但治理卻非常殘暴，幾乎每打下一個地方，就把那個地方搶光。給我！這導致喵民到處逃難，田地也沒百姓耕種，反正到處都一片蕭條。1251年，忽必烈喵被派往中原漢地執行管理工作。了解中原封建制度的他，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。改革，例如團結漢族和其他各族喵民，要團結，是。例如禁止殘暴統治，不可以。是。另外，他還減免當地喵民的賦稅和鼓勵耕種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殘破的中原大地重新恢復生機，甚至成為了蒙古中央重要的經濟來源。家用。可這樣的做法卻引起了蒙古守舊派的不滿。為首的就是他大哥喵和弟弟喵。大哥怕他搶皇位，他會不會？七弟呢，則是嫉妒他太強。他憑啥？反正就是從心底裡不認同中原漢法。不可以。不過後來哥哥病死了，這下新的蒙古大汗就有的爭了。機會。在當時，弟弟喵佔據着漠北中央地區，擁有着蒙古貴族們的支持，而且還統治着國家主力軍隊，可以說優勢滿滿。那麼忽必烈喵有啥呢？有超能力。經過忽必烈喵治理的中原地區，不僅錢多、糧多，喵民也多，連蒙古中央的糧食都得由中原提供，簡直掌握着蒙古的經濟動脈。於是乎，忽必烈喵便一邊用錢拉攏貴族們，你不要這樣，我不會馴服的。一邊切斷了給中央的糧食供應。而弟弟喵這邊呢，本身作戰經驗就不足，對自己的軍民還非常粗暴。看什麼看？成我！如此一來，敗局幾乎是必然的。1264年，弟弟喵被迫投降，忽必烈喵正式成為新的蒙古統治者。然而，雖然忽必烈喵確立了自己蒙古大汗的位置，但各宗王當國獨立的局面卻已經基本確立。而忽必烈喵的勝利來源於中原漢地的支持，因此他決定以中原為中心進行統治。公元1271年，忽必烈喵建號大元，從此大蒙古帝國分裂為元皇朝和欽察、伊利、察合台、窝闊台4大汗國並存的狀態。而蒙古國在走向分裂的同時，華夏大地也即將迎來新的大一統。那麼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將奔向何方呢？
下一回混一天下，要记得来看喲。喵。第137回，混一天下。因为端平入洛的失败，南宋元气大伤。虽然后来经過改革，使得国力有所恢復和發展，但卻架不住南宋的頹勢。這新一任皇帝就是個弱智，下一下老舅舅，還喜歡玩，滿天都是小星星，搞得大權被權臣把持，全國上下變得極其腐敗墮落。喵民那個苦啊！而元朝這邊呢，自從忽必烈喵以中原為中心後，便不斷完善統治，促進農業，發展經濟，而這一切都為了一個目標，那就是滅南宋。當時的南宋北部防線由3塊連成，川蜀地區依靠複雜地形，淮河地區有密集的河流，而在這些天險的幫助下，元軍始終無法向前突破。於是忽必烈喵決定改變作戰方針，這就是直接從中段防線突破。而這個要突破的地方，便是南宋防禦元朝最重要的據點——襄樊兩城。襄樊兩城是南宋重要的大門，如果順江東入，就可以直取南宋。所以兩城長期都重兵把守，加上南宋有強大的水軍，元軍一直無法輕易突破。那該怎麼辦呢？忽必烈喵還是先發動超能力。他通過賄賂南宋官員，在襄樊城外建了很多市場。可以，真棒！您別這樣。又以保護貨物為由，在市場裡建堡壘。別誤會，只是為了防盜。好的。於是久而久之，襄樊周圍便布滿元軍的市場。接着他還大規模建立水軍，大規模建造戰船，反正就是默默地為攻宋積攢着力量。公元1268年，當一切準備就緒後，忽必烈喵正式下令進攻。這時，原來的市場瞬間成了軍事基地，水軍們則迅速佔領江面，水陸兩路也都被切斷。長官，外面全都走不了了！什麼？戰事一打響，襄樊兩城就一下變成了孤城。後來，連彼此間都無法聯繫。你可能會問，如此緊急的戰況，南宋中央為啥沒有反應呢？因為皇帝根本不知道。啥？在仗剛開始打時，中央還是發動過支援的。喂，救援部隊到了沒？報告！但都打敗了。從那之後，
大臣們便壓着消息，根本不讓皇帝知道。發生什麼事了嗎？沒事兒，不用擔心。皇帝也沒搭理。真的嗎？太好了。你說這樣的政權能不滅亡嗎？沒救了。最終，經過了整整6年苦守，襄樊兩城宣布失守，南宋大門就此被打開。元軍順江長驅直入，完全勢不可擋。公元1276年，元軍攻入南宋都城，南宋恭帝被俘。而後南宋流亡朝廷雖然繼續堅持抗爭，但已經無力回天。公元1279年，南宋大臣攜皇帝在崖山集體投海自盡。至此，存活300餘年的宋朝煙消雲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實現最終統一的元朝。大一統的實現是各族百姓共同的願望，同時也是歷史前進的需要。元朝的疆域也為後續華夏遼闊的版圖奠定基礎。那麼，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將如何治理呢？荒草萋萋間連天安，一歲枯榮，不知人間離亂。大江滔滔水青山來復返，多少時刻靜等閒看。但心境寒沉，可憐北望無處閃。遇大風吹去，幾處是呼喊。才是低頭看，百口成王誰來轉？不是人皆不敢稱孤單。天南天北秋氣高，諸侯各論道。推薦劍兒迎風騷，千騎西天驕。策馬揚鞭論英豪，逐鹿趁今朝。笑問你我誰是天驕？挑歌去春寒，孤獨舊夢在意只能憑欄。朱門沉沉歡欲求別時寒，奈何台迷醉西湖畔。要說墓碑地，勾風流絲不斷。見他朝如舊，燈火盡闌珊。日月不見，千古破碎力難挽。不過書生百戰一聲嘆。何公過去喧囂，何處存名號？烈烈金沙來橫掃，山河盡斬妖。無限天地創一遭，萬里路不遙。風起看我挽弓射雕。谁人來置酒？歷歷青史可記否？窮我春與秋，一塊一報恩仇。累累白骨築山中，天南天北